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没有固定主题，我就想从德国媒体角度来说说这段时间发生一些事情，相当于跟大家谈谈心吧。从德国媒体角度来说，这段时间最重要的事情大概就是耶伦访华了啊。德国主流媒体对此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比如德国国家电视一台有的时候一天发2次到3次啊，可见呢，德国媒体对这耶伦的访华还是比较重视的。在那个德国国家电视一台的推特账号上面，有的读者留下了评论啊，po出了一个3秒的视频，很有意思。就是那天中国的副总理何副总理与耶伦见面的时候，这个耶老太太从画面的左边进入画面，然后呢，她相当于3鞠躬一样对这个何副总理，当然是出于一种礼节了，我认为啊。但是因为何老太太，不是何老太太，但是因为这耶伦这耶老太太啊，可能她的那个身材，这腰什么有点问题吧，加上她的身材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矮小一点。然后呢，中国这边这何副总理呢，他的身材可能比较高大又比较直挺啊，所以对比起来，两个人身高落差特别大，所以老太太她显示出从画面看就是像鞠躬一样啊，这样3下。就这个细节呢，让一些德国人，还有让一些美国的读者呢受不了了，他们的内心的玻璃心啊，可以说是碎了一地。特别是美国的啊，美国的网友认为，就是耶老太太不应该向中国人鞠躬。好了，这鞠躬这词啊，我给大家说说吧。在德国媒体，还有我觉得在西方媒体都一样，否则美国人不会那么玻璃心啊，对吧？这个鞠躬这个词啊，在西方媒体应该是个比较贬义的词，就是对人家卑躬屈膝的时候呢，下跪，相当于下跪，有求于对方，就比对方弱小的时候才会做这个动作，所谓的鞠躬。但是呢，在咱们中国人看来，这种礼节，对不对？这个词在西方媒体来说是个贬义词，所以他们就玻璃心了啊。这是第一个我注意到的细节。另外呢，德国媒体或者德国读者他解读的另外一个，因为耶老太太她对外面啊，就新闻发布会上出现了这样，她说了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世界够大，足够容得下中美2个大国，然后说进行对话，不能脱钩，就是叶老太太说不与中国脱钩啊，才能保证2国共同富裕还是繁荣，反正这样大意就这样子。然后呢，德国媒体或是德国读者吧，就进行另外的解读了。首先，我看了不少的德国的网友啊，他是这样说的：你看，现在叶老太太他们眼里啊，她眼里只有中美2个国家，这世界呢只有中美2个国家。然后德国读者意思就是说，我们德国难道不算国家了吗？然后有的读者说，你看叶老太太典型的大国沙文，她眼里只装下了中美2个国家，其他的国家都不是国家。这又是显示了德国人的玻璃心啊。其实可以这样说吧，德国并不算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在这以前我也说过，因为呢，德国它有美国驻军，对吧？德国在外交方面很多，不是很多了，几乎了，都是要听美国的。我记得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时德国考虑，就是反正乌克兰要求德国向他们提供豹2这坦克，对不对？当时德国总理肖尔茨是这样说的，他一直在说，我们不能提供啊，怎么样。最后呢，实在不行了啊，因为这个国际上的呼声，什么国际上就是西方了啊，北约其他国家的呼声，还有加上乌克兰的呼声，实在太大了。然后德国总理不得不最后这样说：如果美国也提供类似的坦克，那我们德国也提供。也就是说，他要先得到美国的背书，然后德国才敢提供啊。然后说到这个啊，就说明了德国这自主方面是做不到的，外交自主绝对做不到。这只是个例子啊，凡事要先看美国的脸色，美国点头了，德国才敢这样做。说到这一点啊，战略自主，我觉得也是整个欧洲的可悲之处吧。就是欧洲2008年的时候，好像欧洲
和美国的国民经济就是 GDP 还是差不多的。当然军事就更不好说了啊，军事是美国一枝独秀。而到了2023年、2022年，美国的 GDP 当然它是通胀在里面啊，所谓的25万亿美元了。而欧洲呢，如果撇开英国，那欧洲相当于只有18万亿左右。它是把整个欧盟27个国家一起算起来，所谓的经济实力才是18万亿左右啊。就是应该是7月6号，法国也是有个叫《世界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就是觉得就是现在美国和欧盟，他这里说的是欧盟，这个实力相差越来越远了。美国甩开了欧盟，从经济角度考虑，这个相差太大了。这位作者在反思，是因为呢，欧盟不能做到自主，特别是军事上不能自主，造成这样的局面。当然是欧盟呢没有自己的意愿。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位作者还没有考虑到，因为欧盟这27个国家是各自心怀鬼胎的，文化也不同，语言也不同，国家的那个利益也不同。当然，人家就是相当于，比如说美国、英国，就是拿捏了你，把你各个击破，这样。美国的目的就是把你们各个分散，不能战略自主，他才能够永葆霸权，对不对？这篇文章的重点就是批评或是自损欧盟不能自主，没有自主的意愿。军事方面也一样，比如说全部欧盟的那个军事支出不到3000亿美元，而美国一个国家就8000多亿美元了。法国《世界报》这篇署名文章，它的重点其实呢，前面提到就是自损，在反思欧盟这些国家没有统一的自主的意愿，就是凡事呢看美国的眼色。我觉得他这篇文章的大意呢，可能他的离意呢，就是响应这个马克龙这个总统他的观点吧。就是马克龙他从应该是2016年左右吧，黄马甲什么时候？就是那之前，马克龙呼吁呢欧洲要战略自主，要做到自主，不能完全依靠美国。他讲的这句话呢，非常的政治不正确，对美国来说，就把马克龙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又加上前段时间马克龙去北京去访问，对不对？在北京说了，也是应该是在返回的那个飞机上，对美国的那个杂志说了这番话，说欧洲呢要做到更多的自主，还说了那个我们不应该介入中美之间事务，不应该介入那台海冲突的问题，因为台湾是属于中国内政，所以呢，欧盟、法国不应该过多的卷入中国内政的问题。他说这些也非常的政治不正确啊，一个是反美，另外一个呢是相当于向中国磕头。德国的媒体就这样解释的，而且当时德国的政客还有德国媒体真的站出来批评马克龙。德国的政客还有德国媒体完全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说话，所以从这点又证明了德国没有自主性。可见美国这个军事霸权在全世界还是有很多的爪牙的。刚才说到耶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世界上很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所以有的德国人认为玻璃心了认为耶伦眼里呢没有我们德国，没有世界其他的国家了，这世界就变成了中美两个国家的。好，现在呢还有德国人呢，德国读者他在留言区说看来世界上今后呢被中美两个大国瓜分，变成了两个阵营，然后呢大家各国选边站。目前看来有这样的可能性还有第二点，耶伦讲的第二句话，中美两个国家应该多进行对话，不能脱钩，这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实际上即使你美国想脱钩也脱不了因为中国还有美国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交织太多了，不管是从投资来说，还是从美国民众对中国产品这个需求来说，都不能脱钩，对不对？然后耶伦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美两个国家的共同繁荣，这点我觉得他也没有说错。不过他说这话的背景肯定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考虑，不会从中国国家利益。好了，德国的读者呢看见这句话的时候也不满意了，就是说
你们中美两个国家实在是太自私了，你们只考虑你们中美两个国家繁荣，而不考虑世界上其他国家。德国读者说这样的话，其实是在批评耶伦不考虑德国民众、德国人民的这个繁荣的问题。当然，我觉得这点来说，德国人呢太高估自己了。美国眼里，他只有美国自己的国家利益，或者说美国那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没有世界上其他国家利益，绝对没有，只考虑美国这些后面这些金主的利益，那些美国屁民的利益他也不会考虑，更别说会考虑你德国人或者是其他法国人什么了，也不会考虑什么日本人的利益了，对不对？从德国人的这个留言来说，我觉得德国人的国际观还是挺欠缺的，没有这种大局观。他们以为啊，我们与美国站在一起，抱着美国大腿，美国人就会对我们好，怎么样，就会考虑我们的利益。其实不是这样。说到美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我就想到另一点啊，美国是个军事霸权是毋庸置疑的，对不对？最近呢，拜登表示啊，美国考虑向乌克兰提供集束炸弹。注意啊，这个集束炸弹是非常有杀伤力的，而且集束炸弹是违反国际协议的。但是美国做事，他可不管这什么国际这什么协议呀、条约等等，他就是以自己为主，也不会跟北约的其他的伙伴先商量好再宣布，而是自己就这样就宣布了。德国人当中也引起了很多不同的反响，有的反对，有的赞成，甚至呢，德国媒体我也看了一下，我没有细看，我看了一篇，应该是《明镜周刊》的吧，观点就是觉得应该是要赞成美国的做法，否则就是拿这个俄罗斯没办法呀，因为俄罗斯它的韧性啊挺强的，就是说能够吊打这个乌克兰，如果咱们西方不提供一些更有杀伤力的武器的话，这是德国目前我看了媒体的观点。英国是紧紧跟着美国的啊，但是英国的元首就是那个印度裔的人，他就明确表示我们反对。还有在欧盟也有一个国家明确表示反对，那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女外长她明确表示我们反对这样做，她说违反国际条约。而且我刚才瞄了一眼，在中文的媒体上面，柬埔寨这个总理出来说话了，他说柬埔寨独立那么多年了，几十年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清理完美国集束炸弹，就表明美国这个国家啊，在很多国家他才不管你当地人的这个疾苦，他就是觉得我在军事上要采取这样的步骤，我就可以这样做，就是我行我素，这是典型的这个独裁者。所以我以前也说过，就是西方国家所谓的民主国家，虽然他们说是民主自由啊，但是其实他们干的都是独裁的勾当，所以我称他们为民主的独裁。这是我用的词，我不知道其他的媒体有没有用过，或是其他的博主有没有用过。好，这是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耶伦访华的一些观点啊。就是德国人呢是解读完全是不一样的，就表明德国人非常的玻璃心，而且德国人以为，前面我也说了啊，我们紧抱美国大腿，美国一定会对我们好，这种一厢情愿，我觉得太天真了。我发现，在这个美国领导下，这个民主的其他所谓的民主国家啊，其实我认为是选举制的国家，他们民众的观点都非常的天真，非常的傻白甜，可以这样说。我发现呢，也就是一厢情愿，这也是我们中国大陆中南某岛很多人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紧紧抱着美国大腿，美国就会对我们这个岛民会很好等等。还有第三点，就是耶伦访华的德国媒体喜欢拿出来说的话题，就是关于中美之间有争论的啊。当然，除了所谓中国侵犯人权之外，另外呢，第二点就是关于台湾问题。我发现德国媒体特别关心台湾，德国媒体也一样啊。是不是台湾的空心菜，他们的政府花了钱买通德国媒体？这点我不知道。否则为什么那么关心台湾这个岛呢？而且本来
德国政府就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对不对？这点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所有的有重量的、没重量的国家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只有世界上目前为止只有13个鼻屎小国，有的人口只有2万的国家承认台湾是个独立国家，而且承认是中华民国啊，不是承认台湾这个国家。即使台独人士不愿意听，台湾的真正的国名呢，就是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说到台湾问题的时候，一定会说民主岛国台湾，德语词是 Insel Republik。但是德国媒体或是德国读者吧，还有德国的那些编辑吧，这些人难道没有起码的这个国际观吗？难道不知道德国政府没有承认台湾是个独立国家吗？那为什么每次总是说台湾是个民主治理的岛国，或者是已经是独立了几十年了，自从1949年以来就独立了，完全是台独那种观点，这点我特别不满意。但是也没办法，是人家德国的媒体或者是美国控制的媒体，没办法。咱们频道下的网友批评我，你一天到晚做这种节目，那你为什么不在德国媒体下面帮中国政府说话呢？我再说一次啊，我没有拿中国政府1分钱，我也要恰饭，对不对？所以我能够翻译，花时间翻译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对中国的观点就已经很不错了，也相当于对中国能够翻墙的一些民众，对海外华人能够科普一下西方还有德国对于中国的观点，可以说是扫盲开智。因为呢，我觉得很多人呢对德国他的认知是非常非常正面的，以为德国和中国呢是很好的伙伴，贸易伙伴。当然我不否认啊，德国对中国绝对非常重要，它是欧盟目前来说是经济的第一大国，对不对？在政治上，德国虽然不能自主，但是呢，在欧盟境内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的，还是有一定的重量的。所以呢，如果是中国、德国之间搞好关系，对于两国都非常的重要。可是我感到非常遗憾，就是德国呢没有自主权，什么都要听美国的。这点中国对德国是无能为力，也没有办法，非常的无助，对不对？想打开，想搞好与德国的关系，可是呢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呢他就是要听美国的，有什么办法？比如说到听美国的，我又想起了大概是2个礼拜以前吧，德国还有在欧盟境内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了，就是德国会取消、会拆除所有中国制造商的，不管是华为的还是那个中兴的 5G 的设备，包括天线。甚至呢，德国电信的总裁就出面说了啊，这天线不构成国家安全的威胁。可是德国的政客就是要制定这样的法律，禁止使用中国制造商的5G 的设备，包括刚才说了这个天线，想想看，天线能干什么呢？对吧？就是把那个信号把它加强而已。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政客就是要听信美国的，对不对？欧盟也一样。中国制造的5G 的设备都不能用了，今后美名曰国家安全，发现啊，国家安全已经变成了一个万金油一样的一个词，所有的方面只要能够反华的，都能够扣上国家安全的帽子。这点也让我刷新了对西方的三观。另一方面，我觉得中国非常的大度，虽然欧洲禁止了中国制造商华为、中兴的5G，可是中国那边还是允许欧洲的这边制造商爱立信、诺基亚在中国搞5G 的设备。你看这么一对比，就高下立判了，对不对？谁在小家子气，谁在脱钩？很明显啊，就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嘛。更可笑的是，在德国媒体下面，很多德国的读者留言说啊，中国贸易保护主义，你看我们德国公司，我们西方公司想到中国去投资，根本就进不去中国的市场。最后我想补充几句，咱们昨天上传了一个视频，就是德语媒体报道，中国的复兴号 CR450 在测试了商月运行的那个速度啊，其实达到了453，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德国人说了，我们不需要这么快，怎么样，能够达到平均时速150公里，咱们就很满意了，烧高香了。这点当然是表现出德国人呢没有这个大局观。另外一个呢，就侧面的反映出啊，德国的铁路有多慢，德国的铁路呢有多烂。
对不对？这是德国人非常爱吐槽的一个话题，就是德国铁路。确实啊，德国铁路真的是全民公敌，不是我这样随口说出来的啊。因为德国超级不准时，特别是那个高铁超级不准时，反而很奇怪，他们的慢车稍微准时一些。所以如果是你看看他们的德国铁路统计数字啊，准时率，甚至呢还能够达到70%左右。我就感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我每次坐德国火车，可以说没有一次正点的，所以我就特别怀疑这个正点率啊，是不是做了手脚？但是另外一个，考虑到他们的慢车，或是其他那个德国那种城际之间也有那个列车的，就是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发车一趟那种，它也算进去，那种相对来说是准时的。可是德国的高铁真的非常不准时。另外一个，我在上期节目中说过了，德国那个高铁特别贵，比如说从柏林到慕尼黑600公里左右啊，最贵的2等座要174欧元，170欧元吧，反正170左右，折合人民币1350元。然后呢，有2、3个网友啊在留言说啊，你不应该折合呀，在德国赚欧元就花欧元呗。这我发现也是很多，一个是可能东南某岛的人喜欢说的话，另外一个呢是中国大陆之内的那些恨国党喜欢用的一种说法。可是他们不知道德国人具体的收入有多高，他就说你德国什么收入，肯定是按当地的收入来制定的票价，对不对？相当于在中国一样啊，你中国高铁的票价也是按中国的收入来成正比的，对不对？所以他们把中国这高铁的票价就是套用到德国的高铁上面。如果是你在德国临时去坐德国的高铁，是非常贵。但是呢，德国有各种各样的可以说折扣吧，比如说你提前3天、提前2天、提前1个月去订票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要看那线路啊，有的时候可能优惠幅度非常大。比如说，原来德国首都柏林到慕尼黑正常的票价是170的，也许呢你有折扣的时候49欧元甚至29欧元都可以订得到。但是呢，这种是有车次限制的。比如说，如果你临时有什么事了去不了，那你的车票就作废了，因为它这个票是退不了的，你不能退票，就是说你就完全作废。所以像这样的票呢，风险非常大，我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比如说我出国旅行，就出德国旅行的时候返回来，我订好了那个火车票，可是飞机晚点了，后来我赶不上我的火车，那张票虽然是特价票，就作废了。像这样的话就有风险。如果你是临时坐，真的是非常贵。好了，那么有多贵呢？是不是赚欧元花欧元就不贵了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拿这个柏林到慕尼黑这170块钱的票价来说，170块，我们听起来170，以为好像170元人民币一样。这个距离啊，大概是600多公里的距离。在中国最快的高铁是300块钱人民币，300块在中国算什么收入呢？可以这么说吧，中国的收入从小的地方到国内一线，它是有很大区别的。比如说，在国内18线，像我们的小县城吧，平均收入应该有3、4千左右，有工作的人。在2线或是3、4线，可能达到5千左右。那在1线可能会达到6、7千左右。因为一般来说啊，现在有工作的人在1线没有8000块钱，你很难活得下来，对不对？我就算7千吧，7千、5千、3千，大概是中国1线、3线到18线小县城的收入水平。那在德国呢，没有这么大的区别。德国没有所谓真正的1线的说法，德国大概把东德、西德的收入大概是相差1/5左右。好了，那么170欧元相当于什么呢？德国人大部分就是有收入的人啊，他们拿到手的税后的收入大概是2000到2500欧元左右。如果是不把这个货币折合过来，那中国的收入大概是德国的大概是2到3倍，对不对？然后票价，德国是170，而中国呢是300，
中国的票价不到德国的2倍，从票面来说啊，不折算。那么这样一看，德国的票价是不是更贵呢？有个网友是这样说的啊，我们不应该折算，反正就是中国的票价就是比德国的高，既然不折算，你怎么知道这个中国的票价比德国高呢？这个逻辑说不过去啊，对不对？凡是我觉得要折算成同一货币之后才有比较，对不对？另外呢，既然要折算，那要比这个货币的购买力啊，对不对？你德国1欧元和中国1块钱人民币，可能购买力它是不一样的。加上呢，如果不折算，中国的收入是德国的3倍多呢，或者是2倍多呢。170块钱，大概相当于很多德国人真正的2天的工资。不折算，光按每天与他们的工资对比，德国的高铁也是很贵的。说德国高铁贵啊，德国人自己都说了，他们为什么不坐高铁？一个是不准时，另外一个是慢，还有一个就是贵。有一位读者给我算了这样的，比如说从法兰克福到慕尼黑大概是400多公里，坐火车大概可能要70-80欧元吧，具体我现在我头脑中我不知道，大概70-80欧元吧。然后呢，如果他开车，他是开柴油车，烧油大概是40多欧元吧。但是他说，如果我开车，如果是火车正点的话，我开车只多花1个小时，但是呢，我节约几十欧元。另外一个，如果我2个人一起，3个人或是全家一起呢，我当然是开车了，对吧？而且如果我坐火车，我到目的地可能还要打车呢，还要坐当地公共交通呢。这么算的话，时间可能要比我自己开车更长，就说明了就是德国火车一个是特别特别的慢，另外一个还是特别特别贵。这是德国人自己说出来的啊，不是我自己就随口说出来。我认为啊，就是有些读者啊，在评论的时候，在咱们频道下面评论的时候，多想一想，你到底了解德国吗？还是你自己从你那边中文的媒体了解的德国，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德国的情况啊，有很多可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比实际的情况可能要更好一些。今天跟大家谈心就到这里，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请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下期见。